这一集我们就要一起去寻找板面的古早味。你的板面面条的做法有什么改变吗？有啊，有改变。我在家就自己研究这个面团，然后再加了新的配料，面条才会滑。比如说怎么样的配料呢？这个配料保留。哦，你要保留了哈。OK，sorry，OK，好。OK，所以除了那个粉之外，还要掺多少水啊？还有鸡蛋啊？什么？还要糖啊？还是盐啊？什么？这比例是怎样的哈？自己做，讲出来不值钱呀。板面是近30年前才在新加坡的小贩中心还有食阁出现的一道面食，但是板面的身世呢，似乎扑朔迷离、众说纷纭，所以这一集我们就要一起去寻找板面的古早味。除了板面之外呢，还有一道和板面大同小异的面粉果。面粉果和板面呢同中有异，异中有同。那到底板面和面粉果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请继续看下去。哇！时间到，怎么样？有没有比赛的感觉？还好，因为我准备好了。那上菜。可以。哇 ，Derek， 所以你为我准备的是什么？这个是日式料理吗？这是 Derek 的辣椒板面，所以里面是板面的。干捞的板面，对。哦，这个味道真的是太特别了，太丰富了。这是一个特别的日本鱼，叫阿妈带。阿妈带是一个深海鱼，所以它的脂肪含量会比别的鱼多。那个鱼鳞是可以吃的吗？对，我就是故意保留它的鱼鳞，然后煎炸，让它的鱼鳞香脆，很好吃。它鱼鳞很脆，很脆，很好吃。鱼肉很甜，很嫩，很滑。很滑。所以你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把一般的这个板面做成豪华版的，这么好的鱼，还有大虾，又肉片，还有这个是温泉蛋。我就是把我爱吃的干捞虾面和我擅长的日式料理融合在一起。我想知道的是，你这一身的厨艺啊，都是自学的吗？对，看书本、看视频。所以你知道哦，我们这一次要还原的是板面的古早味。那你准备好要跟我一起去研究研究啊，古早味板面的味道还有做法吗？好吧，带我走吧。好，等我吃完吧。 OK， 慢慢吃。你知道吗 ，Derek， 在新加坡啊，只要是超过40岁的人啊，你一跟他提起板面呢，就算他没有吃过，他也一定曾经看过这一档板面的招牌。我听说他们是最早的板面摊档之一。不是听说，就是。走吧。那妍姐你好。哎，你好，你好。所以你在卖板面之前，你是做哪一行的？我是家庭主妇。哦，是吗？我是喜欢吃面条，然后我就有时自己煮面呐，煮了就给楼上楼下邻居吃了，他们都说很好吃啦，然后想要买。然后丹比尼工业区那边刚好有咖啡店，我就去找那个老板说我要做一个别人没有吃过的面。哦，什么面？没有吃那就是过的面。板面。那时候没有板面吗？没有。OK， 好，那今天我们就来尝一尝那个时候没有人吃过的板面。好，我去准备。好，谢谢。来尝尝我们家的板面。哇，谢谢哇，很香啊！好香啊！我先喝一口汤，喝一口汤。哇，汤头很甜，很香啊。香，所以乐妍姐，你为什么当时这么确定哦，这么大胆认为说你卖的这个面呢，是外面没有人卖的？当时呢，我看到外面很多人都是卖这个面粉果，但没有人卖过像这样的面条了。然后呢，他们卖这个面粉果呢是用手撕的，我
个人觉得那个品质管理比较难嘛，所以呢，我在家就自己研究这个面团做成面板，那面板再切成那个菱形的面片。哦，别人是用手的，可是你不要用手，你用切的。对。OK。然后切成菱形的面片，就代替米粉了。哦。然后呢，我又用机器搅出来那个粗面跟细面。哦，所以你们家的这个面粉果跟板面都是用制面机做出来的。对。由于早期摊档的烹饪空间有限，制作面条不太方便，因此当时的小贩中心和咖啡店里售卖手工面的摊档主要以面粉果为主。面粉果是福建家庭常煮的经济面食，早期售卖面粉果的小贩大多是福建人。据说，随着这家板面摊档引进制面机，并开设连锁摊档，板面在本地熟食市场迅速普及，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那你从1988年到现在，你的板面面条的做法有什么改变吗？有改变。88年做的是鸡蛋啦、水啦、面粉酱油啦，然后我90年到台湾考察，看到人家做那个阳春面。然后我就买了一台大机器，自己在研究，然后再加了新的配料，面条才会滑。哦，比如说怎么样的配料呢？这个配料保留。哦，你要保留了哈。OK，sorry，OK，好。这个汤头啊也很厉害，太香浓了。所以汤头是用什么熬的呢？一般上都是用那个骨头啦、姜鱼啦、黄豆胡椒粒这样熬出来的。没有鸡，也有放鸡啦，也有。啊，鸡骨啊，猪骨、江鱼仔，哇，很多东西耶。对呀，那汤才会甜呐。所以汤头没有变，没变。漂亮。那我们来讲一讲配料好不好？你的这个肉丸太好吃了，而且你是瘦肉跟肥肉参半。我也发觉到它的肉其实它也是绞的比较粗一点，所以它的口感会比较有 Q 弹的口感。是，这里面还有加了什么好料？地波。没有啦，一般上都是调味料，都是麻油、胡椒粉。这个跳出来这样一条，这个什么？啊？蒜头。那个蒜啊？对，一点啦。这个是炸过的，但是他们搅碎，这样。啊，对。厉害嘞，好，骗不过我们的这个大厨啊，Master Chef 啊。OK， 鸡蛋一直都有办啊？都有。啊，对。江鱼仔，你这个是什么菜？菜心啊。对，因为我本身喜欢吃菜心，然后就放菜心。那老板娘，在你巅峰期的时候，你有几个档口呢？巅峰期啊，应该有30多个吧。哇，30多间呢？对，所以我相信啊，很多人吃的第一碗板面啊，应该是你们家的。应该是吧？我觉得是，对。谢谢老板娘，谢谢。据说啊，辣椒板面的鼻祖是一家位于马来西亚吉隆坡，创始于1984年的14。这个辣椒板面的特色呢，就是在干捞板面上面加上一个半生熟鸡蛋，然后拌入招牌的自制辣椒酱。在搅拌板面的当儿呢，蛋液流出来，这个蛋香就融合了辣椒酱的香辣，让食客们回味无穷。在本地有一档辣椒板面哦，老板就研究出属于自己的味道，而且还获得了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认可，厉害吧？来，这是你的辣椒板面。哇，这个就是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辣椒板面。对，来我看一下哦，你的这个辣椒板面，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虾米辣椒酱啊，还有半生熟鸡蛋、炸江鱼仔、炸葱哦，这个非常特别的炒过的肉碎。这个是小辣、中辣还是大辣？中辣。因为我是中情，所以你给我中辣是吗？对。OK， 它除了辣，它有那个虾米的香的，而且它辣中带一点点甜，还不错。所以这个怎么做的呢？这个辣椒是要煮了3天，有步骤的。
第一步骤是用生的辣椒搅，搅到脆，要炒到3个小时给它熟。第二天放的食材是很有顺序的，就有准备葱头、蒜头、虾米、香茅等等。哦，连第3天再继续第3天做什么？换香料，香料是不可以讲的。最后一天的香料是非常关键的。对。难怪这个辣的跟人家不一样，但是配着那个面一起捞着吃，一起拌着吃，真的很香。天啊！对，因为我刚刚有在吃你的这个肉碎，一般那个肉碎是白白的嘛，板面对不对？你的肉碎是还有特别炒过的，炒到黑黑的。对。那你到底是跟谁学做板面的呢？因为我的习惯是客家人喜欢吃那个客家面。从小我的奶奶她是做面粉果给我们吃所以我们小时候的好玩的跟她学做咯。板面其实是从平常百姓的一个家常面食，流传到这个坊间大大小小的食肆摊档之后呢，各种花样口味就变得越来越多。但是你家的这个辣椒板面最耗功夫的就是你的虾米辣椒酱。对，而就是这个虾米辣椒酱就成为了你的板面的灵魂，对。灵魂对，那整碗面的灵魂。是，做得非常好，你值得拥有。谢谢。Derek， 我之前向档口老板了解过，他说呢，客家人有吃面食的习俗哦。客家人小的时候就会做面了，而且也爱吃面。那所以我就觉得可能板面是源自于客家人的传统面食。那其实呢，我们在拍摄第3系列的时候，也曾经邀请过茶阳大埔会馆的何千成先生来给我们分享古早味客家盐焗鸡的风味还有历史。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找他再了解多一些。好吧，走。何先生，我们来了。哎，你好，好久不见。然后这个是 Derek。Derek 你好。不是不登沙堡店，我是想要跟你讨教一下客家人的这个吃面食的习惯是他们的一个习俗来的，对吗？其实客家面有很久很久的一个传统，因为我们早期客家人是从北方迁徙到南方来的。当然，这5次迁徙，每到一个地方，他会先留下来生养，再继续往南部走。然后你讲到的那个面食呢，其实北方人就是吃面，对，所以他们在迁徙过程之中也没有丢弃这样子的一个习俗，只是说在迁徙过程里面，你有没有办法很方便的取到这些面粉之类来做面食？没有的话，他们就是在当地寻找一些替代的一个食材来做他们要吃的东西可是到了南方，大家安居乐业之后，就开始恢复到他们可以吃面食的习惯。所以是真的是有客家面。对。那什么是客家面呢？客家面其实是接近广东人所说的那个竹升面就是说你把面团呢，就是用那个竹条拿来摁，压成扁平状，然后一层一层的铺上去之后，他们就开始用这个刀来切，一般上是用比较长形的一种叫做折刀要不然的话就是用菜刀，他们通称叫做刀麻切。我们客家话刀麻斗麻其实就是大的刀，叫做斗麻所以这个切出来呢，就形成了板面，因为宽窄不一致了，就跟现在的板面不一样，现在都是用机器加工的嘛，对吗？然后在比较不讲究的情况之下，他们就搓着面团之后，就是用手去捏，捏了之后就丢进去煮。我们客话叫做面粉板，福建或者叫做米粉粿。我的板跟粿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对。因为我真的以为只有福建人做米粉粿然后原来客家人也做米粉粿面粉板。对。有一些家庭，他本身呢不具备有那个经济条件，没有办法去找到这个竹竿或者竹条了，他们就改用这些玻璃瓶啦，或者是一些擀面棍去擀面嘛，就是说在咬劲方面会有区别。然后我们客家人的特色是不加碱水纯粹就是面粉跟盐跟水，所以它做出来的面呢颜色偏白，而且它经过这个擀压之后，它特别的有嚼劲弹牙。好厉害！那请问何先生做刀麻切吗？
我当然不会啦。不过实际上有很多家庭，他们都会做很纯正的这个客家面的，尤其是刀马切这类的，保留古旧的那种传统。我可以直接介绍你了。现在惠州会馆的女会长肖丽娟，她家里就有做，你们可以去联系她。非常感谢你，何先生，谢谢。谢谢。Hello， Hello， 你好。请问你是肖会长吗？是的，欢迎。谢谢。我是钟钱啊，这位是 Master Chef 啊，冠军，你好 Derek。你们是想知道这个刀麻切是怎么做的，是吗？对。所以你们来对了，这个就是我的叔婆的家，那么她就会煮那个刀麻切给你们吃吃看。哇，太好了！来，请进。 OK， 谢谢。叔婆，你好。哦，叔婆这么年轻的，对。 OK， 好，我们开始之前哦，我想要知道你们都是惠州客家人，对不对？对，是啊，所以我想要知道惠州人在原乡，也就是中国惠州，也吃刀麻切吗？其实呢，我们惠州呢的那些面食啊，都是非常出名的，比如说那个竹丝面啊、面线啊，还有那个刀麻切，都是我们的家常面。啊，很好，今天我们很幸运哦。对，好，遇见2位惠州人，来，叔婆可以帮我们做这个刀麻切啊，让我们看一看。很简单的。哦，简单吗？这个如果是200克的粉哦，就放2杯水。这是普通一般的面粉。普通一般的面粉，你要放一点盐，然后就这样了。那古早味的刀麻切是有放蛋的吗？没有放蛋的，你说这个面粉就是这样啊，加水加一点盐这样调味就可以了。可以用手。用手来，你来。来吧。好，我想知道，叔婆你小的时候家里人有做这个刀麻切给你吃？有的，就是他们做了，我才有一点记忆，不然我也是不会的。所以小的时候吃这个刀麻切的时候，你的是谁煮给你吃？妈妈还是？我祖母。哦，你的祖母。那叔婆，我这样做对吗？对了。那叔婆，你还记不记得你以前吃的刀麻切的面团跟这个比较硬还是比较软？差不多是这样的。那可以吗？这个可以的。然后要放一下。要等半小时。哦，我们可以等。我们还有其他东西可以做吗？要去摘菜。摘什么菜呀？我们客家说树籽菜。哦，树籽菜。马丽菜，你有种啊？有啊。哇，太好了！来洗手。好，我也是要拔菜。这就是马丽菜。叔婆为什么会种马丽菜？因为我喜欢吃马丽菜。哦，所以是不是说以前哈那些人住在港崩的时候啊，他们也会种马丽菜？那如果要做刀麻切的时候啊，就到院子里面去摘一些马丽菜来用。时常这样摘。时常这样，如果没有种的，去隔壁也可以的，到处都找得到的是吗？的。哦，是马丽菜啊，其实马来文是沙优 manis， 沙优是菜啊 ，manis 就是甜，所以甜菜。当然也有人叫它做树籽菜，对吗？对，是。那叔婆，刀麻切一定要放这个马丽菜吗？一定要放的，让它的汤头更甜是吗？对的。OK， 好，来走。好。好了，齐了哈，还有什么东西做？哦，对。哦 ，OK， 好像那个咖喱也是这样的哈，咖喱也是这样子做哈。我做面团。哎，你的面团肥了，为什么啊？发了啊。发了。好，请你帮忙。好。帮忙什么？要扁它。OK， 来。那叔婆，这个面皮要擀得多薄呢？你要好吃，你要多折几次。好吃就是说那个有 Q 嚼劲啊。哦。叔婆，以前你家里有这种擀面棍咩？没有。那你用什么？玻璃瓶。什么玻璃瓶？随便圆圆的就可以了。可以了，这个厚度可以了。够了 ，OK。这样。所以我们折，然后一边折一边放一点粉，它就不会连在一起，对吗？刀麻来了。这就是我们客家人的刀麻。这个刀，大刀。大刀。切。哦，这样就一条了。好，注意看啊，你要记得那个厚薄嘞。好，很好，完美。现在我去煮给你们试一试吧。好。哇，谢谢叔婆，谢谢。好丰富哦。对。哇，好料啊！这个汤头是很特别的，不是我们外面吃到的那些汤头。对。所以叔婆，你的这个刀麻切的汤头是用什么熬的？是用五鱼骨汤煮的。哇，五鱼骨。然后这个肉碎你是炒过的？
炒过，小时候没有的。小时候有肉碎还是没有肉碎？没有漏水。没有，它是加料的。哦，所以我们的是加料版的。加料。然后那个刀麻切，你看很软呢，它搅几下而已，全部断到完。以前呢是比较大片，然后也没有这么软的。哦，所以你觉得他今天做的怎样？是不是太薄了？哇，太薄了，多3分厚。多3分厚啊！好。哦，所以今天是很好的练习嘞。到时你还原的时候哈，不可以做太薄嘞，不是做意大利面哈，弟弟。所以以前的味道、口感都不是这样的，是比较硬、比较有嚼劲的。哦，所以以前叔婆小的时候在家里吃的刀麻切那个汤哦，你的长辈是用什么熬的？用江鱼仔，去炒，然后加一点花生去炒，然后就这样加水，滚了以后呢，就加这个马里菜那个刀麻切直接放下去，煮出来就有一点糊糊，这样就可以吃了。所以刀麻切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家常面食，就要做得很快，然后吃得饱。对，好，谢谢，谢谢叔婆，谢谢肖会长，很荣幸。谢谢 Darren， 恭喜。所以这个是叫做开心果。开心果，所以吃了真的会开心吗？当然。OK， 吃之前我们先聊聊吧。所以你们是跟谁学做这个面粉果的？是在COVID的期间嘛，很有空，然后就跟阿嬷学了几道菜了，这个就是其中一道。OK， 我很好奇，你的阿嬷是什么籍贯的？阿嬷是福建人。所以你跟阿嬷学的就是福建式的用手撕的面粉果。对，可以这么说吧。不过那颜色不是，颜色是我们自己研发的。我看到你们的这个面粉果好像有很多不一样的颜色哦。你看这个是黄色哦，金黄色。黄色。然后这个是 sweet potato。哦，这个是番薯。绿色的是菠菜。然后还有吗？还有甜菜根。对。当时我们在想，我们要推健康的食材，而且也要有一个卖点，就是吸引年轻人来嘛，所以我们就用五颜六色的面粉果嘛。因为我们用的是天然的蔬菜嘛，它们出的水分都会不一样，我们要做出那个 QQ 的感觉，所以我们需要一点时间去调整水分跟面粉的比例。很讲究。对。你有发现我一直在喝汤吗？那个汤好喝，太好喝了。这个汤也是跟祖母学的吗？汤也是我们改良过的，我底当然是跟阿嬷学的。汤底我们是用鸡脚，还有猪骨，然后还有一个 special ingredient 秘方嘛。对，秘方。secret recipe 吗？对，因为是鸡脚嘛，所以它胶原蛋白很好，我们也不用豌豆，所以痛风的朋友都适合吃。你用的菜是马尼菜。为什么会用马尼菜呢？以前我们是用菠菜的，因为我们的其中一个面粉果是用菠菜做的嘛。不过有很多顾客就来 feedback 说他们想要看到有马尼菜配我们的面粉果。对，所以然后我们就改了。但是我看到你们的这个餐牌配料的选择还有很多种哦。是为了给客人多点选择，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口味嘛。是。对，所以给他们多样化选择了。所以听说你们的这个开心果是限量版哦。因为它是天然食材，所以它不耐放。所以我们也一天只能卖90到100碗左右。哇，谢谢你们留了一份给我。敢问这位侠女，你们这里是不是有板面？是啊。那种一条一条的，对，不是用手捏然后一片一片的。对。有请侠女给我来碗板面。好，多谢。板面这个名称的由来说法各异，西马两地呢有各自的诠释和解读。但是我知道呢，在马来西亚的饮食界，
普遍认同说，板面这个名称的出处是来自吉隆坡这一家名字带有江湖气息的食肆。那到底板面和刀麻切有什么关系呢？等老板娘过来，我们跟她聊一聊。来了，小姐，板面来了。啊，谢谢你，老板娘，来，请坐，请坐。好，哇，好香啊！老板娘啊，你们的这个店呢是哪一年成立的1977年，所以那个时候是你一个人开的这个店？我丈夫开的，他的婆婆是中国来的，他们喜欢吃这个，然后想着卖这个咯。我看你的这个板面啊，还有做法啊，就是非常像客家人的传统的刀麻切。所以你跟你先生都是客家人吗？我本身是客家人，贵州客，我先生是福建人。那他为什么不按照福建人传统闽文贵的做法，用手捏成一片一片呢？这样子比较快啦，用刀来切比较快。那为什么这个刀麻切你们会叫做板面呢？当初不知道叫什么咯，用那个砧板来切一片一片，不叫它板面咯。就这么简单，就给人家叫到今天，叫到大家已经忘记哦，原本这个客家人的传统面食是叫做刀麻切。对。好，所以现在我马上来试一试呢，这一碗号称是马来西亚板面始祖的板面。你们的料有一片一片的猪肉，然后有香菇，然后还有炸过的红葱啊。对。然后这个是什么菜？菜心。菜心，有时候菜心不够，他们会掺马丽菜咯。它有它的好处，它煮下去马丽菜，它的汤很甜，有些人喜欢。哦，不过大多数人还是比较喜欢菜心的。菜心啊。菜心比较合得来了，哇，很有嚼劲，而且很滑。怎么做的？我们有用瓶子给它做薄薄了，用那个瓶子来做呢，是比较软一点哦。对，不一样。别人不是用那个玻璃瓶的吗？用机器。哇，他们直接全部用机器去搅出来，他们的粉就硬嘛，硬才搅得到的。哦，所以因为现在大部分人为了要用那个制面机嘛，所以它的面团就做的比较硬。好，可是家庭式的呢，用一个玻璃瓶这样子来揉搓，所以你们的面就比较软，外面的是比较硬一点。他们的煮出来汤比较清，你的这个汤很浓，是怎么做的呢？这个汤，姜鱼加点骨咯，猪骨咯。哦，猪骨跟江鱼仔一起熬的这个汤，熬2个小时。然后你的这个酸干是要怎么吃的嘞？放辣椒加下去也可以，个人喜欢，个人口味。哇，现在是变成酸酸甜甜，非常开胃的感觉。对，比较开胃。对，现在人全部要找酸干哦，没有酸干他说不好吃。我听说啊，如果在吉隆坡要吃米粉粿的话，要说板面捏的。我们是叫板面的，我们这里捏的。福建人是叫米粉粿咯。所以说呢，板面这个名称啊，在吉隆坡真的是深入民心的。哦，谢谢老板娘的分享。我现在对板面这个名称的由来呢，也有进一步的了解。虽然呢，很多线索显示呢，古早味的板面跟客家人的面食有关，但在本地啊，很多卖板面跟面粉粿的小贩其实是福建人呢。所以古早味板面和福建人也有关。我们先去找一家福建人开的老字号看看再说。好吧，走了。王老板，我们来了。你好，你好，这位是 Derek。你好，你好。好，我们来当然要了解一下哦。OK。你们是哪一年开始卖这个面粉粿的？1989年。那个时候是你才几岁？10多岁。哇，所以卖的人是谁啊？对。我舅舅跟妈妈。那你们一开始的时候只是卖面粉粿而已后来1990年才卖板面跟油面。我们先叫2碗来试试看，让我们边吃边聊好吗？好的，好的。好。哇，你看这个汤头清澈见底啊！对呀。来喝一口。哇，可以吗？非常好，又带一点咸味，是真的很好喝。可以告诉我是用什么来熬的吗？江鱼仔黄豆。一直以来没有以前我妈妈做是有江鱼仔黄豆跟那种猪大骨。哇，现在没有用了，为什么呢？它的猪骨是比较好喝，但是不耐喝，很油腻。很油腻。所以现在我们用比较清汤的江鱼仔这样煮汤比较好喝哦。所以不管是吃面粉粿，或者是板面，或者是你们的釉面啊，这个配料是一样的一样的，马丽菜一定有的。
炸这个炸酱鱼仔、香菇、炸葱。OK， 一路来都有放虾。有的人要吃虾，我就放虾；他们不要虾就放猪肉。这个肉一定有的。我看很多人的都是肉碎，为什么你的是肉丸呢？一直都是肉丸的。肉丸比较美，比较好吃。肉脆，那汤看了不美。哦，所以现在你们的肉丸是一个一个的，已经做好的。做好了。以前的肉丸是怎么做的呢？里面有什么料？以前我们有放地波啦，这些咯，薯粉这些咯。现在我没有放地波了，为什么呢？比较麻烦啊，有的人不喜欢吗？对。你刚刚说啊，从小就是跟妈妈还有舅舅学做的。你们是什么籍贯？福建人对吗？福建人。那就是说，你们这一档的板面是从福建人的面粉果衍生出来的，也是可以这样说。换句话就是说，你小时候在家里也有吃面粉果？有吃过。在家里吃的面粉果什么样的？家里跟外面做的都不一样。呀，家里是怎样的？像湿的。要吃厚的就要直接用手咯。我们不大会吃厚的嘛，我们就用玻璃搅给它包咯。然后刚才你也提到说，卖了面粉果1年后，你们就改成有板面跟釉面。对，所以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呢？以前我妈妈用手搅那个面粉很辛苦，后来我舅舅就买一架小架机器搅成薄薄，那边机器还有一个刀啦，要搅板面就放板面的刀咯。搅釉面我们就放釉面的刀。你是说那个时候你们做面粉果的这个面团可以放在机器里面搅？不可以，要改良哦。为什么不可以说呢？放在机器里面搅？不可以，那个机器会卡住哦，因为那个面粉比较软它会黏啊，搅那个面不美。好像现在比较 Q， 它搅的面比较美出来。说妈妈以前做的面团只是适合做面粉果面粉果不适合做釉面跟板面不适合，所以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你们研发出这个面团呢，是又可以做面粉果，又可以做板面，比较适合啦。OK， 所以除了那个粉之外，还要掺多少水啊？还有鸡蛋啊？什么还要糖啊？还是盐啊？什么？这比例是怎样的啊？自己做咯，秘密。OK 了，好，你们有自家的这个独家配方啦，讲出来不值钱呀。是。Chef Alvin 太成功了，真的是瘦到这样啊，太厉害了。我是霆锋。我知道啦 ，Chef Alvin 你开个玩笑啊。所以霆锋 Chef Alvin 呢 ？Chef Alvin 出国了，他要我好好招待你，请坐。我等你。哇，这个是娘惹鱼片的板面，可以透露一下这个是怎么做的呢？我们的鱼片用的是金目鲈，鱼片是烫熟的，过后我们就用我们招牌的娘惹酱来放上去。它没有我想象中的那种很酸，刚刚好，然后带有点香辣，挺开胃的。这是 Chef Alvin 的秘方。哦，难怪我还蛮认识 Chef Alvin 的，因为他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有帮我们还原过古早味的猪肠粉，还有炒河粉。那我也知道他拿手的是娘惹菜。所以你们这里呢，除了主打娘惹风之外，还有哪一些不一样的风味吗？我们还有客家元素，比如说我们的客家炸肉板面，还有广式元素，我们有猪蹄，还有粉肠。客家炸肉板面有放3层肉焖在一个酱里面。是有用腐乳。那个你要问 Chef Alvin。南乳。你也是要问 Chef Alvin。这属于客家人的吃法，对吗？对，Chef Alvin 的妈妈是客家人，她从小很喜欢吃客家肉跟那个板面，但是他们是分开吃的，所以她的想法是把这2道她最喜爱的东西放在一起，来 create 出这道菜。这个板面是干捞的，然后你干捞的板面呢，它的颜色还挺深的，因为这个是偏马来西亚的，所以味道会比较重一点，颜色会比较深一点。而且这个汤呢，我喝过之后呢，是觉得是属于清甜的，两者之间是有对比的。我们是故意这样做的，说至少你可以享受到我们的那个干捞酱，也是可以喝到那个汤，也是不会撞到那个味道。所以我在想啊，你们在做这个传统手工面的时候，那最关键的就是这个面制作的过程嘛。我们的面全部都是现点现做，
所以我们的员工会在后面用那个纸面机来揉那个面出来，所以可以保持那个新鲜度、那个 Q 感。我现在点板面，你就做板面；我点那个釉面，你就要开始做那个。对，我们要搅出来。那你们又怎么会想到要把这个不同的籍贯啊，还有族群的元素加入你们的这个手工板面呢？我们觉得板面我们可以做比较特别一点，给人家不一样的选择，每天都可以感受到不一样的风味，所以这个主意非常好。希望你可以回来这边吃不一样的东西。好，你等我。今天环境很舒服啊！对，知道这里是哪里吗？这里是 Derek 的家。你的命真好啊！对，为什么我们还原古早味的板面，竟然可以来到你家的厨房还原呢？因为其实我的婆婆是客家人。哦，对，所以你在家里就有吃大麻切了？没有，我婆婆其实不会做大麻切，但是她会做蒜盘子，还有客家酿豆腐。哦，所以从小你就吃这2样长大。对。所以你还没有跟我讲为什么要来你的家里厨房还原？因为我想把我做的古早味板面给我婆婆试试看。哦，那你要好好还原哦，希望你还原成功了啊！我也是希望。OK， 我们之前就试过了不同版本的板面啦，然后我们也尝过了惠州客家人在家里做的刀麻切。那你自己决定了要做什么版本的吗？我决定还原的是传统的刀麻切面条，哇哦，和小贩版的汤头和配料。祝婆也跟我们说过，以前在家里做这个大麻切的时候，其实丰俭由人，就是如果比较有能力的话，可能就比较丰富，不然的话就越简单越好。那你选择的这个版本就是最折中了，是的，我觉得这个挺适合。那我们马上开始。好的。好，现在是做面团。做面团，所以我们只是用面粉、水跟盐。你用的是什么面粉？就是普通的面粉。普通的面粉，对。我选择不加鸡蛋，是因为叔伯说古早味的刀麻切其实是没有加鸡蛋的，所以它的颜色跟外面卖的板面的颜色会比较白一点。当然，它加了鸡蛋就会颜色会黄一点。对，黄一点，对。OK， 来。所以你在这里做私房菜。对，在这里做私房菜。然后呢，又开一个档口。对。1个礼拜工作几天？9天。1个礼拜工作9天啊？那你没有时间交女朋友了？没有，我女朋友也是跟我一起工作。啊，真的？对。她是跟你工作了变成你的女朋友，还是做了你的朋友？不是做女朋友，再拉个一起来工作。OK， 好。OK， 所以这个呢拿去哪里？给她休息。OK。我要准备那个汤头。OK， 我要把这大骨的血水逼出来，让那个汤头比较干净一点。那你是我的助手是吗？干嘛？你要我干嘛？我要你帮我切点小红葱，做炸葱。OK， 好。所以在哪里切？在这里切啊？这边。你要我怎样切？鸡翅膀这样切啊？这样高我怎样切？我有东西给你。讲讲。请慢用。这谁用的？你女朋友用的？没有，我婆婆。阿嬷借会一下哈。她比你矮。哇，真的。空气新鲜吗？哇，这个高度很不一样嘞！哇，可以碰到很多东西嘞。OK， 我帮你切，那你做什么？我腌制那个肉碎。哦。需要加一点薯粉、白胡椒，还有一点酱青也是。所以我在搅饭中心吃到的那个肉碎，其实他们有加了扁鱼。但是在诗歌的，其实他们是加炸蒜末。我选择放炸蒜末是因为它比较容易取得。在家里啊。对。OK， 要滚很久了嘞，你的汤。好，把这个倒掉。现在猪大骨已经弄干净了，我们就放下去这个水，那就把浸泡好的黄豆放下去，还有放一点胡椒粒。哦，香芋仔。香芋仔我们最后才放下去，因为我们这个还需要熬多2个小时，所以这个酱芋仔如果你放下去的话，它会变苦。对。然后那这个给它继续熬。可以了。现在我要准备面条。很好，那我来炸小红葱。哦，你也准备了玻璃瓶子。对。这个玻璃瓶来擀面，感觉怎么样？感觉很困难。为什么呢？因为它的长度不够长。你要更长，它就比较容易擀面。哎，你不要弄得太扁哦，因为那天记得吗？你的面出来哈，太薄太绵了。这个还没完成呢，我还要折3次。OK， 好。
OK， 好了。哇，你炸的葱好美哦。那当然。OK， 现在我要炸江鱼仔。对。我感觉你好像做到很辛苦这样。我就是有一点辛苦。为什么啊？我要给我阿嬷吃出我的汗水味，又有流汗丢下去。OK， 好，很漂亮了。对，现在面皮干好了，我们可以切面条了。好，但是我们需要把江鱼仔放进汤头里面。哦，我都忘了，很好，你记得啊。哇，感觉这个汤头是好料啊。希望如此吧。OK。现在我们切面条，不可以太薄哦。啊，有没有比那天的厚哈？今天很厚了。你觉得以前人切到这样美的吗？很赶时间的嘞。以前的妈妈哈，小朋友要去上学了。可以看一下，哇，我看好美啊！够厚吗 ？OK， 有，比那天厚一点。比那天厚一点。好，我们就汤 scoop 这边，我们就开火。就先煮面吗？还是？其实我们全部都一起煮，因为叔伯说古早的方式是全部的材料都是放进去汤里面。哦，一次过啊。对，方便啊，在家里就是这样啦。对。好，你说面煮多久才会熟？因为这个是新鲜做的面条，所以可能1-2分钟。OK， 好。那你的那个肉丸几时要放？我们等它滚一下子，我们才放别的材料。不要忘记你还有菜哦。对，马尼菜，这马尼菜是一定要放下去的。好喽。好，来，哇，看起来好像还不错。放一点江鱼仔，然后炸葱。炸葱是在一干比例上面。啊，在一干比例上面啊。放错了。这样啊。OK。可是我全部放在周围嘞。古早味没有规矩的。OK， 好，古早味好，谢谢你。来，婆婆吃面啦！婆婆非常欢迎你，也非常荣幸哦，请到你上我们的节目。想要请问你哦，这是第一次你的孙子给你煮东西吃吗？对。什么第一次？没有，哪里有？我每次煮给你吃蒸蛋哦，蒸蛋哦。真的忘记了。OK， 这个是第一次。手工面给你吃。手工面。我们赶快吃吃看，看他做的怎么样。好，好吃。汤头还蛮够味的。试试看那个肉丸。哇，你很重口味哎！哇，我觉得那个肉丸的调味全部进了那个汤里面。还有这个面是有一点硬这样。今天我特别做了厚一点，是因为师傅说要厚一点，3分厚嘛。对，以前的板面是特地做的比较厚一点，有咬劲。我觉得你今天做的就符合他说的，我咬很久，然后咬到很累，然后很耐饱。我才吃2条我就觉得我饱了。好吃。阿妈，你从还没有开始入口，你就好吃到现在，你一定是很疼你的孙子。对，好吃哈，好吃。你不会觉得那个面太厚吗？还好啦。所以以前有做过板面吗？刀麻切我就没有做过，因为6个孩子没有空，我就做个米粉粿。对喽，6个孩子嘞，要切到几时？赶快啪！对呀，6个都是捏出来的。捏出来的。我们煮很简单哦，那个滚鱼仔放去煮汤，对，滚了要放一个鸡蛋，这样大家就吃。听到没有？这么简单的，这么简单很简单哦。做多久1个小时？差不多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嘞，我们做半天嘞，哎呦，他还要好好学习啦，他还年轻啦。OK，Derek 来说一说吧，你这次还原这个客家人的古早味板面，有什么特别的感触吗？说实话，板面看起来很简单，汤头、面条、几个配料，但是做起来其实是不简单。自己用手去擀那个面皮，哇，是有点累，因为那个玻璃瓶是真的不是很好用。其实呢，在过去的100-200年以来呢，客家人还有福建人离开他们的家乡，来到南洋打拼，落地生根，然后彼此之间有很多不同的饮食习惯，都在互相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古早味的板面也好，面粉粿也好，是客家人和福建人的料理在南洋融为一体的一个例子。今天呢，真的是很开心可以尝到，我觉得这个非常成功的古早味的板面。谢谢 Derek， 还有谢谢婆婆给面子，谢谢你，谢谢。